Hello，各位老师，晚上好。好，咱们今天继续学习新架二路里的动作。咱们学到了撇身拳，撇身拳，撇身拳呢，原来也叫劈身锤，劈身锤啊，臂身锤，一个广字头下边一个臂啊，庇护的庇，臂身锤。那么咱们后面都改名叫撇身拳了。好，来，咱们今天来开始学习动作。上一次昨天抖音嘉年华里边大家也看的挺嗨的。那么现在呢是咱们今天的双十一，咱们开始盛世太极里的这个嘉年华也嗨起来，好不好？好，来上一节课给大家讲完了这个金刚捣对，那么今天这里呢开始讲解撇身锤，撇身锤一直到斩首。好，先从动作上开始看。那金刚捣对结束以后，还是那样的一个要求，我们要找到腰胯的左右开合之中的一个运转和过渡。好，松左胯，身体微向左转，以身领手，身体微朝左转，转完以后，好，迅速的松右胯，把这个手右拳和左掌在金刚捣对的手型下领圆画圆松。好，同样像懒扎翼一样，右侧去进行一个小发力，松左胯走一，然后顺势右拳变掌，继续松左胯，身体微向左转，领掌，放松下沉，打开，合手开步，双立掌合于身前中线。好，握拳，松左胯，松右胯，身体你看领着拳头在身前发生领腕旋转，转过来之后，左拳横拳，右拳立拳，横在这里以后来松胯，整体放松下相合下沉，相合下沉。好，迅速的震脚，使身体发生向左旋转，右拳向前冲拳，左拳向外砸拳，预备走。这个动作也叫臂身锤。那么后面才是咱们的撇身拳，撇身拳。好，来再来一次，咱们把动作细化一下。刚才给大家讲了，在这里它比较像这个懒扎衣里面的一个懒扎衣里面的这种立掌，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咱们撇身拳和老架一路里面是相仿的，都是领完以后顺势的向两侧双顺缠向两边去打开。那么这里呢，刚才我往上做了一个领掌，一定要注意，我这个领掌是因为动作如果连起来快的话，它好像是往上领了一下一样，但实际上它没有这个动作。当你的身体达到灵活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劲儿给领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初学的时候不要有这个动作。好，松左，松右，啪，顺势发力，再松左胯，顺势打开，提右膝，身体微朝右，开步合手，重心左腿，立掌相合，手腕不要贴在一起。好，顺势握拳，松左胯，松右胯，手势来，一会儿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双拳在身前是如何做一个环绕的，如何去做这个环绕。有很多老师说，老师我这儿这个环绕做不成，一会儿给大家去详细讲一下这个手腕是怎么绕，手腕怎么绕。好，合完掌以后，放松领腕，先松左胯，身体微向左，再次松右胯，身体再领回来，再次松左胯，双拳形成左拳横拳，右拳立拳，横于身前中线，迅速折叠左胯，身体左转，来形成一个前冲，右拳向前冲，左拳向外砸的一个动作。现在是不是镜像呀？等一会儿镜像，我刚才看了一眼，看查了，对，镜像，稍等，调整一下。好，这就好。好，不好意思，这返回来了吧？我刚才看了，我说平常都是
都是反着的，这今天怎么一下正过来？好，来，那么我们继续，那完了镜像再给大家再去教学一次。好，金刚捣队，注意看腰当胯的运行，走松左领拳，松右胯，冲出拳以后，双手顺势随着身体的松左胯下两侧打开，领手提膝，开步相合，立掌下沉。好，顺势握拳，松左胯，身体微向左转，右拳顺缠，左拳也是同样顺缠，先走顺缠领拳，回，再拉过来。身体先不要着急把这个拳头的顺逆缠给做好，先把这个身上的这个劲儿，把这个拳头领出来，先把这个拳头领出来，随后教大家这个拳丸怎么去转。好，领出来之后，迅速的合左胯，右胯配合放松下沉，右拳冲拳，左拳砸拳。好，合住以后，形成这样的一个身法。这个时候呢，来，咱们开始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金刚捣队。好，松左领拳，右松，松右胯，打完以后，好，再次松左胯，顺势分掌提膝，身体微朝右，开步合手，立身中正。好，握拳，松左胯，松右胯，领回来。右拳拳心全面朝上，左拳全面朝向右拳拳眼处，左横拳右立拳。沉住之后，松左胯合左胯，再去同时配合着右胯向下松沉，来瞬间产生身体的左转，右拳随着身体的旋转冲拳，左拳随着身法的旋转向外砸拳。好，合住以后走，形成这样的一个身法。好，来这个方向再看一下，走啊，1、2、3、4，好，走握拳5，好6，来背面再看一下，好，金刚捣队，走松出去，好，打开，合手开步，走，身法旋转，顿，好，来，下面开始给大家进行细节上的一个教学。首先第一个啊，重新开始讲了，重新讲一下。好，那么下面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身上的一些重点。首先第一个动作，那么很多老师说，老师我这个双手合掌以后，哎，我看很多老师一画这个拳，唰，这个拳是怎么画的？这个动作特别漂亮，对不对？好，那么首先咱们先从手上开始给大家说，咱们之前这些转换都不用再给大家去强调了吧？因为这个腰胯的转换在最早的几节课都给大家强调很多次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基本功，腰胯的松沉，不要让肩膀乱动，这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一部分。那么咱们开始往后走啊，这个开步合手和咱们老架当中的这个撇身拳是相同的。那么今天涉及到的第一个是手腕上的缠绕，很多老师不会缠。好，首先第一个，当我们双手立掌的时候，先不要握拳，先弄成手掌，手掌弄会了，自然你的拳头也会了。好，首先看我们的手是怎么做的。第一个动作，走，右手逆缠，左手顺缠，然后身体微左转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顺势松完左胯以后，然后转势松右胯，松右胯的时候，这个拳又回来了，右手又成了逆缠，左手又成了顺缠，然后再次变成松左胯的同时，再形成左手顺缠，右手顺缠，形成一个同时的双顺缠，把两个手摆到一个这样的姿势和动作。那么好，来再看一下，好，你看松左松右转换回正，对不对？是不是就成这样的手势了？
好，来再看一下，走松左胯的时候，左手逆缠，右手顺缠；松右胯的时候，右手逆缠，左手顺缠。然后再次松左胯的时候，右手转为顺缠，左手还是顺缠不动，然后回到你的身前中线。来，我们把它变成拳，来走，哎，右逆右顺左逆，好，回来左顺右逆，然后再回来变成了左顺右顺，然后好，再咱们把身体稍微开大一点，再做一次，走啊，握拳1、2、3，看到了吧？这个圆的弧线是不是慢慢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把身法再做的稍微快一点，1、2、3，这个手法是不是就出来了？好，再看一次，走1、2、3，是不是？好，那很多老师说，老师我这个拳不会绕，那把手上的这个姿势先学会，看从侧面再看一下，走1，右拳顺左手逆，2，左手顺右手逆，然后3，右手顺左手合腕，合腕的时候它同时还是走的顺缠相合，顺缠相合，所以说它的这个动作就是随着身体进行左逆右顺，右逆左顺，然后右顺左顺，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拳头相合的一个动作。那么好，我们把这个动作配合上身法，来结合你的腰当胯左右松沉，进行动作之间的相互配合。看好，合好之后，咱们不是个弓步，对不对？好，握拳之后松左松右回来，对不对？然后快一点，哎，是不是一下就过来了？走，是不是？身法的灵活旋转以后，会带着你的手在你的身前去画这个圆，1、2、3，再看1、2、3，然后逐渐把你的腰当胯和你的手配合起来，放松，是不是就出来了？对不对？手上的动作环绕起来，那做出来以后，好像是在这挽了个花，对不对？实际上它就是腰当胯的左松右松和手上的配合动作，形成了以身腰当开合去领转手腕的一个动作。它的动作就是随着身体的旋转产生的手腕螺旋，左螺旋右螺旋左螺旋，然后形成的这样的动作。好，那么来，这是第一个重点，大家会了吧？然后第二个重点，我们的这个拳合到哪？好，看好，当我们合到位以后，我们的身体一定要注意啊，身体不管怎么旋转，中线是对应在你的右拳和左拳相接的这个缝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在这儿，合好它。那么这个地方的位置合好之后，我们就相当于说是已经开始准备蓄力了。这个时候你只是做了一个下沉相合的一个定式，那么再去蓄力的时候还有别的动作。我们到位之后，好，看好，先开始蓄力。怎么蓄力？咱们都知道，太极拳当中周身相合即为蓄，开为发，合为开为发力，合为蓄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里，哎，身体的转动环绕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周身螺旋下沉的一个动作，对不对？那么在下沉到位的同时，我们也是将劲力瞬间沉到了自己的身上，沉到哪个身？沉到了左腿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将整个左胯全都合死，此时我们怎么办？利用松沉螺旋的一个方法来让自己的身体朝向左转。咱们不都说嘛，太极拳讲究螺旋上升螺旋下降，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重点发力的姿势是怎么做？很多老师一打，手往前一出，拳往外一打，对不对？实际上他是怎么在做呢？合左胯，以腰带胯去走了，以腰带胯去走了，腰身迅速向左去旋转，合左胯，将两腿顺势下沉，形成了一个双震脚。震脚的声音是同时落地，不要这样声音，不要依次落地。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走的同时，看好，蓄好力，沉住身，然后准备腰当旋转，转腰，啪，把这个力量打出去。右拳的力量是往前冲，
冲的同时，随着身体的左转向前送，随着身体的左转向前去砸，向左侧去砸，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尽力的发生，动作尽力的发生。易云老师，上一节课的这个内容呢，咱们可以去看回放，咱们不去强调上一节课的这个内容。如果老师是有这个回放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回放。咱们不能老在下一节课讲上一节课的东西，时间不够。新架的东西本来就复杂，知道吧？好，那么我们打出去以后，身法旋转，以身体为中正在前。那么此时身体微朝左转，目光还朝前，右拳随着身体的左转，看好怎么出的拳。很多老师说，老师我这个拳头怎么到底是咋打出来的？很多老师是不是这样这样去打拳，对不对？实际上他的这个拳不是这么打出来的，而是随着身法这么去打出来的。为什么？身体左转，右肩往前，左肩往后，对不对？经常给大家讲，身体的中轴螺旋的同时，在螺旋的过程当中，身体左转，左肩向后，右肩向前，对不对？以肩催肘，以肘催手，然后将这个力量，你看到右手向前，左手向后，形成了一个左拳向后去抡砸，右拳向前冲，像冲勾拳一样，前冲勾拳一样，把这个右拳给冲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有的老师说问，老师，那我的这个手到底合在哪？好，这个就讲到了咱们合的重点位置了。左拳拳眼最后的这个肉垫这个位置，不要超过自己的环跳穴，与自己的环跳穴重合或者是齐平就可以了。那么左拳怎么走？当我们的右拳怎么走？当我们的身体形成向左去旋转的时候，看哈，你的身法左转的同时，右拳和身法的中线基本上还是形成了一种斜角重叠的一个状态，并没有超过自己的中线，不要往里合的太多，还是在向前去运转。所以这个时候看好，你的右拳在哪？与你的右侧腹股沟基本上的位置形成了一个相照，合住，对不对？基本上是与你右侧腹股沟形成相照的。所以说很多老师说，老师我这个拳打到了定点位置在哪？左拳左侧臀半外侧环跳穴的位置，右拳合在自己的腹股沟位置，所以这就是你左手右手应该合的角度。那么再往后细抠，那老师说，老师我这个步伐重心在哪？那重心肯定是在左腿，知道吧？重心在左腿。好，那在这儿给大家开始讲它的力道和力量是怎么去发的，包括咱们之前讲的那个煞腰压肘拳，是不是说的这样以身法这个腰胯迅速内扣，将身体下沉，形成一种折叠夹角，把力量像翻浪一样给它翻出去，对吧？那么同样这个动作的劲力跟翻浪劲虽然不一样，但是它采用的是什么呢？是下沉螺旋的一种方法。大家小时候玩没玩过那种，就是类似于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个小扣子，然后两边有个绳一拴，然后一拉，呜会转，还跟吹哨子的声音一样，那种拉环式的陀螺，手拉陀螺，就那个东西。我们的身体此时此刻呢，就要做一个那样式的一个运转，不过它是竖着拉的。那么当我们现在相合的时候，你的这个陀螺是不是还在往一个方向去转，对不对？相合，当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唰下沉相合的劲儿，是不是整个身体在往下沉，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开始旋转身体去转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拉伸螺旋。但是这个拉伸不是让你的重心往上起，而是让你干什么呢？把胯，让右侧的胯给它打开，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就要像那个拉线式的抽绳的陀螺一样，把整个身体舒展开，啪，也要把这个力量给打出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发力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原理，怎么看课程？好，三公主老师看好，我给你推一下那个推流等一下吧，老师，等到提问的时候再给他，不给大家耽误课堂上的时间，先不耽误课堂上的时间，先听这一节课。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力模式大家可以理解了吧？这是一种像比喻一下。所以说当我们在向左去发力的时候，你的身体这个
过程的旋转就特别像一个拨浪鼓，特别像一个拨浪鼓。所以说你的两个鼓槌随着你鼓身的旋转，身体的中轴鼓身的旋转，产生了两个鞭梢劲，一个向前像子弹一样打出去，另一个手像鞭子一样抽打出来，所以就在这一瞬间形成了一个力量的旋转和启动，是不是就像那个抽绳陀螺一样，对不对？你再通过这个动作合到这儿，唰，对不对？续下来了，重心沉下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合以后即是开，就让我们舒展爆发，啪，这个力量是不是整个身体都四面八方的膨胀开膨出来了？是不是和那个拉绳的那个原理很相通，对不对？舒展的时候你的转速会更快，那么在这里就是它所发生的一个劲力，随着以腰为轴旋转，不过它跟那个陀螺还是有一些区别，对不对？陀螺是拉两边，但是我们是什么呢？主动去旋转中盘，主动去旋转中盘，让陀螺转起来，把这个绳子给它带开，所以你的手就向外去舒展，重心要保证下沉的同时，是不是和你的头顶领劲形成一个对拉，对不对？这个时候的对拉是不是大一沉，身体的中正拉着你的这个上下撑拔的一种撑拔感，中正的这个身法和身体的一个曲线，砰就向外去走这个劲儿，对吧？所以说这里给大家说了，把自己想象成一种以前那种拉绳的陀螺，但是你竖直了拉，身法的旋转，头顶领住，腿迅速的向腿和身法迅速的向外去打开，转还是螺旋式的发力，只不过这个螺旋的发力产生了一个头顶领劲儿和周身下沉对拉旋转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的劲力大家能明白不能？就是小时候都玩过那种陀螺吧，就一拉转的那种陀螺，应该是都能明白。老师是不是和护心拳的发力一样？这个谨言慎行老师，你问的这个问题，他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转换护心拳的一个动作，但是他这个动作又有一个单独的名字叫做臂身锤。那很多老师不是说是一个念劈身锤吗？臂身锤，庇护的庇，一个广字头，一个比，打比方的比，是这个叫臂身锤，也是类似于这种转换时候衔接或者加上的一个动作，这是心架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那么下面一个打完这个之后，好，开始干嘛？走撇身拳。那这个动作的用法怎么用？那很多老师说，老师那你光讲了这个劲儿，你怎么用？那说白了，这个动作抡拳劈拳的时候和咚向前冲拳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种发力方式，直接上前去打了，没有什么条件下什么条件下。老家二路是更加贴近于炮锤的一种现象，直接就咚一拳就出去了，身法一旋转，对不对？所以说身法直接就旋出去了，不管你是用左边的拳还是用右边的拳，都是身法一旋转，啪，两拳直接冲出去，形成了一个上下周身的一种相合。所以大家有的老师不是说问是不是跟撇身拳一样，这个还没到撇身拳的动作呢，这是撇身拳前面的一个动作，叫臂身锤。好，合住以后，来下面的动作开始了。先看好动作啊，来，这个时候左拳顺缠向上冲拳，同时松右胯，重心还在左腿上，走螺旋下沉，右拳顺势随着身体的右转走下弧线下拉，和左拳形成上下相照，一，身体右转，好，二，来，蹬左腿右移重心，当走后弧，右拳上冲，左拳下拉，好，一，二，拉上来，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来，左拳顺势合到腰腹胯间，走什么劲儿？想想咱们之前走的那个，这个懒扎一转六风四臂的那个感觉。合住以后，好，右拳冲上去，左拳拉下来，合右胯，身体右转走，送出去。但是到这儿以后，不要再去往下去走了，怎么走？捋过来之后，右拳与右肩齐高，身法左转，拉到身前中线，左拳就一直放在腰间，来，当走后弧，右拳逆缠，重心移动到位以后，
合右胯，扣肩压肘，撇身拳。所以说到这儿，哎，动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来，没关系，难学，咱们慢慢一点一点学，给大家分步骤，一点一点给大家抠细。好，来再来一次，打完之后，松右胯，身体右转，松右胯的同时，左拳顺缠上冲拳，上冲拳，右拳随着身体的右转放松，以右胯的下沉形成一个放松，身体右转的同时，右拳下拉，拉到哪里？与胯齐平，拉下来之后，好，走，当走后弧，右移重心，右手冲拳，左手下沉拉掌，下沉拉拳，然后冲上去，冲上去的同时，左拳顺势拉到哪？拉到自己的腰胯间，然后看好，两者从这个位置走，1、2，冲上去，拉到腰间以后，好走，咱们想一下，懒扎一转六风四臂的那个领腕，3、4，又拉回来，左拳放腰胯间，右拳和身前中线，走当走后弧，右手顺势领腕拧缠，重心移到右腿，合右胯走撇身拳。这个动作的要求，肩肘膝脚一条线，和咱们老架一路、老架二路当中的撇身拳要求是一样的。你的左拳怎么办？拳锋对着自己的胯间，随着身体的扣压和旋转来自然放松就可以了，让肩肘膝脚一条线就可以了。好，来再看一下侧面，走，打完之后，哎，身体中正，好，看好，注意看身体的旋转，侧面就是让大家看身体是旋转的，不是这样子的，是身体旋转的。走，1、2，拉腰间，走3，好，4转，看到没有？是在转。5、6，定式，明白了吗？身体是旋转的，侧面看是最直观的。来，这边再看一下，走，打完之后，啪，发力。好，1，看好，我身体都基本上转到右侧了。走，2，冲上去拉腰间，3，拉回来，4，拧腕扣身顶。好，背面再看一下，走，好，1、2、3、4、5、6，定式。能明白了吧？这个动作的重点，好，开始给大家讲了。动作重点在哪里？动作重点在身体。首先从大方面去讲，你的身体在转动的时候，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旋转的。那么第一点要求就是我们在做到动作之后，一定要先学会把腰当胯进行松沉。那么松右胯的时候，左胯怎么办？顺势朝下，看到了没有？这样去走，然后两个胯是平的。很多老师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一说松右胯，你看啊，动作都这样，1、2，是这样去走的。因为我看过很多老师练新架一路的时候，都是这样去走，把这个拳劲儿这样去走出来的。所以说动作是有问题的。好，那么来，我们要怎么去做到呢？你看，首先松右胯的时候，左腿要怎么办？顺势的向下屈膝松胯，向下去折叠，随着右胯的松沉来将身法转换到朝右侧，这是1，看到了吧？身体微朝右转。2，螺旋，走螺旋。2，冲上去，上来了，对不对？冲上来之后，左拳顺势要合到自己的腰胯间，走3，顺势走懒扎一转溜风四臂转雕托的那个动作。好，拉过来以后，撇身拳，随着身体的旋转向里去砸，有这种砸拳的这个劲儿，砸进来之后合中线位置，好，拧缠扣压。所以里面的动作大方位和大身法的一个动作要求一定是转，来回再转，看到了吧？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来，第二个重点，我们要求手上的东西。那么手上的重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
全腕的一个拧缠螺旋。那么随着身体的在转动，看从这儿一是不是下来了，对不对？二冲上来的时候，大家应该可以看过那样的一种动作，对不对？好，走下来以后上走，唰，直接就开始走了，对不对？这个螺旋就被老师省略掉了，为什么？和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种，如果说你身法做得快，唰，往上起来，就直接起了，是一个道理。因为你的身法在做的非常灵活的时候，它会领着手做一个非常迅速的动作。所以在这里还是给大家同样说，如果说大家熟练了之后，尽力发生了连绵不绝的一个体现，走上，这个劲儿是不断的，直接就出来了，不会再1、2、3、4、5。那么在这儿给大家教的是一步一步分解出来，把这里边的动作小细节、尽力细节给大家说明白。所以说这是手上的一些内容。下来以后上冲，翻完以后回来再压，再去定式，明白了吧？哎，这个是撇身拳。哎呀，老师，我撇身拳的劲儿不会做。来，这会儿结合这个动作上的重点，给大家说，撇身拳的劲儿是怎么出来的。撇身拳上的劲力要求基本上都是在你的腰裆上，为什么？因为很多老师说，老师我扣肩也会，压轴也会，那我就感觉这儿扣了很空。那么好，这一会儿就给大家去讲解一下，那撇身拳的劲力是怎么能出来？你看，重点刚才给大家说的是走螺旋，对不对？螺旋上刷领完以后回来，到这儿以后，很多老师说，老师我这儿一压一扣，感觉很空，感觉这个地方老是旋不下来，老是扣不进。那么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一个重点，你把这儿和重心连在一起了，啥意思？你本身的劲儿是这样子，先领过来以后，然后再去扣。那么现在很多老师就是拉到这儿以后，直接就你看一到这儿一到位以后，哎，直接就成这样了。那形成这样是啥原因呢？你的重心没到位呢，就拿你的胯去压着自己的腿，把他腿给他看到没有？注意看我的右膝，看到没有？是直接转过来的。他的重心没有导到位，那么你第一个劲儿就出不来。什么劲儿？以身领手的螺旋拧转，对不对？你看你到这儿以后，你要旋腕的时候，重心是不是要先移过来？移过来之后，你再去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腰裆劲儿是合在一起，知道吧？腰裆劲儿直接就合到一起了。那你这个时候再走扣，包括这个肩靠，这样再去打，侧面看一下，这个劲儿再去合，是不是就能合到一起了？那你从这儿，你重心在左腿，你直接去压，你的身体是扣不过来，劲儿是合不住的。那么同样，这个动作它不仅在新架2路里面是这个样，老架1路、老架2路新架1路都是一样的。你必须得先要将重心到位，然后再去扣压的时候，这个劲儿才饱满。整个身体看到没有？还是合右胯，翻左胯，然后身体看顺势下沉，扣肩压肘，才能形成一个周身螺旋下沉的相合劲儿。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很多老师为啥说，哎，老师我感觉我做了撇身拳可空，就算是我肩肘膝脚到一条线了，我的劲儿都是憋在这个位置，要么憋在背上。为啥？因为你在运用的过程当中，你都不是拿胯再去合，这个动作扣肩压肘是外在表现的一种形式，那么实际上的内在的劲儿在哪里？在你腰裆相合的这个位置，主要看右胯，看到没有？右胯一收，你的身体是不是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交错，对不对？那左胯在顺势下沉，你的身法本身就是会向左再转一点。那么很多老师把重点放到哪？重点放到这儿。掰的难受死了，那肩膀又是挑着的，肘又是别着的，那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虽然没有把胳膊抬起来，但是你在下垂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挑肩架，对不对？是不是这一样？你看把手抬起来，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对吧？那么怎么做？手就是一个放松自然，那么你需要走的是啥？关节之间的一个平衡和一个稳定，不要来回乱动你的肩，它跟你的肩关系不大。肩劲是咋来的？靠转腰，这种腰胯的相合，肩靠，对不对？肘呢？肘合也是靠啥？腰裆，对不对？这个地方的腰裆，劲儿就出来了。何必去折磨自己的肩关节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用腰裆的松沉开合，来让自己的肩膀自然形成，看到没有？肩膀没有往里扣，自然形成了一个
动作定对于撇身拳的一个误区，很多老师练到现在都弄不明白，光在那用劲压肩膀，你就算这儿压脱臼了，你肩劲儿该出不来还出不来，为啥？因为你的劲儿都没到这儿，你的劲儿到这儿到后背上就没了，然后剩下的劲儿都是你在拿胳膊硬往里边别，像扇翅膀似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动作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有老师又问，老师那撇身拳怎么用，对不对？那基本上所有教太极拳的老师都给大家讲过撇身拳怎么用。哎，领过来之后，腰当一合，肩靠啪打对方的肘关节，腾一下就别过来了，对不对？就像讲老家一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怎么去发这个力的。右手的拧缠缠腕采拿，重心先过来，对方合住，啪，最后一下腰胯一合，手臂直接就给对方踩下去了。所以说怎么去运转，明白了吧？劲力的要求和你身法的旋转以及腰当胯的开合是密不可分的，密不可分的。好，那么这两个动作是今天讲的，就相当于也是一个动作，因为这两个动作经常连一起的，撇身拳和劈身锤这两个臂身锤叫臂身锤啊，老家话叫劈身锤，我们老家喜欢把这个臂身锤叫做劈身锤，普通话里面臂身锤，庇护的庇，波一臂，庇护的臂，臂身锤，然后再转撇身拳，撇身拳。好，那么这两个动作讲完以后，给大家插播一条广告。今天也是咱们盛世太极的一个双11。那刚才就有老师问，老师我怎么才能看你的课程呢？那么今天是双11的最后一天，盛世太极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福利的内容呢，就是所有的会员，咱们原来不都是2000多，对不对？那么双11今天给大家降价，双11的会员福利呢，给大家降到了999米，999不用说米，999元。999元就可以享受到全年的直播回放或是课程回放，哎，在所有的这个视频内容里面都可以去看，都可以去看。这是今天盛世太极的老师专门联系我，让我给大家放送一个福利内容在里头。999元可以去购入会员，去观看咱们一整年盛世太极当中现有的和正在像我这样给大家进行直播录课的。现有的和正在录制的一些课程内容都可以去观看、去学习，都没有问题。你像有的老师说，老师你想买我的课，对不对？我的这个课程我把链接给你放上去吧，单买我的课也可以，但是没有优惠，好像是没有优惠。哎，怎么放啊？哎，那个小张老师，你把那个链接给大家。小张老师，你把链接给大家放一下吧。哎，小张老师把链接给大家放一下吧。如果想单独购买我的课的话，也可以，但是价格好像没有双11这个优惠啊，就全凭大家自愿，喜欢我的可以买我的课。如果喜欢我的同时也特别喜欢别的老师，那买一个会员是比较划算的。好，那么广告时间就点到为止，来咱们继续向后。今天咱们学到这个斩首。好，然后顺带的，如果说时间够，给大家再教一个翻花五袖，好，从撇身拳定式结束之后，好，这个时候来先学动作，松右胯，身体微向右转，下沉的同时，左手顺缠与右拳自然放松下沉，形成相合，合于身体右侧。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老师说，哎，你出现了吗？来注意看啊，我的右胯合的非常到位，在这个位置合到位以后，你看这个位置还在中线这儿，注意，所以这个地方就要给大家说到腰胯的开合和腰胯的松活很重要。心架当中对于腰胯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说大家要勤练。好，合住以后，好，当走后弧移重心，左拳上劈，也可以列成左拳上挑，然后右拳随着身法合左胯的左转，踢拳的同时去砸自己的右拳，砸右拳的同时砸在哪呢？右侧腰胯间，左拳呢右侧太阳穴齐平的地方。好，合住，从这儿撇身拳。好，松右胯下沉相合，当走后弧移重心，
走打出来，右手右膝，左手左膝，形成上下相照、周身相合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再来看一次，走合住之后，撇身拳。好，一松右胯，左拳顺势顺缠与右拳形成上下相合。当走后弧移重心，来继续相合，转换拉开，这个不发力啊，转换拉开，重心左腿，身朝左转，身朝左转，右拳砸到右膝上方，左拳打在左膝上方。好，再来撇身拳。好，一松胯相合。二，当走后弧移重心，重心到位，松左胯，身体左转，打开，周身对拉，周身对拉，拉开。好，来再看一下，走撇身拳，热战，好，来撇身拳，好，合一、二、三，打出来以后，来下面一个动作更加简单，更加简单。好。右手手腕随着左胯的相合，身体是不是会左转呀？对不对？好，合左胯，提右膝，领右手与右膝形成相合，起，左拳随着右侧的上提和提膝相合，顺势画圆与右手再形成重叠，上下重叠，震脚，原地震脚。好，开左步又是一个同样的动作，这个不一样，移动重心，重心到位，还是合着的。好，松左胯发力，好，再看一下，走，合住，打开，好，这不是打开第一次，对不对？走，哎，画圆，领膝相合，震脚，开步，走。重心到位，打出来，明白了吧？好，来再看一次，两个动作是一样的，一个慢动作，一个腰当胯的开合，加上中府核心带脉旋转的发力，中府带脉核心旋转的发力。好，再来，合住，打开，打开以后走起，正脚下沉开步，移重心。打开发力，好，来将这两个动作连在一起看一下。走，撇身拳，好，顺势相合，打开，好，第一个不发力，来走第二，好，又是一个开步，看好身体右转了，当走后弧，走发力，好，来这边再看一下。走，撇身拳，相合下沉，走，拉开，第一个不发力，好，画圆，走起第二个，正脚相合，开步，走，又是一看，当走后弧转，出拳发力，来背后看一下，撇身拳，合，打开，好，起。开步松右胯下沉，身体右转，走，打劲儿。好，那这个动作给大家说一下动作重点和尽力要求。等一下，谢谢老师。哎，那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是咱们这个课程福利。好，那么下面这个动作细节，首先第一个。刚才给大家说了，其实这个地方要求是啥？旋转还是旋转？大家发现了没有？心架当中为什么这么多旋转，这么多小圆？还是那样一个要求，大家把腰胯开发的好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身上的小圆能转的地方越来越多，想怎么转怎么转。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最基础、最简单、最核心的。看，你只需要向下去合右胯，顺势松沉，然后移重心打开就可以了，移重心打开就可以。这第一个动作就不发力。那么很多老师说，老师，那我这个地方的圆，我到底是平拉还是撩着去拉？来，大家看一下啊，你在发这个力的时候，想象一下，你好像是在这儿
拿左手铲了一捧土，砰，铲了这捧土往哪去扔？往你的左后方去扔，铲上去以后，啪，把这个力量放出去，然后整体的身法，你像你在家干，如果说是就是务过农的老师，那肯定都有过这种经历。铲完土以后，怎么去发这个力？对不对？把这个土通过腰单胯的力量，这样去走劲儿，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同样的要求，只是形成了啥？你在进行开合的时候是先当走后弧，先松右胯，看到没有？先进肩，肘手叭送出去，然后送出去的同时，把你的右手，你身体不是这么转的，对不对？跟咱们讲第一个臂身锤的要求是一样的，你身体左转了，右手会往前，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动作要求让你的右手往后，那你同样是一个旋转，对不对？力量咋出来的？是不是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动作要求咋出？打出来就行了，把动作尽力发出来，还是通过哪？身法的旋转，腰当胯的一个转动，刘老师新加入课链条链接，老师链接，然后张老师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直播间的一个链接就可以了。好，那么大家明白了这个发力方式了吧？其实动作原理啊都是很相同的，和右胯蓄力，移动重心是要求啥？移动重心完之后转腰，腰带胯，咚，这个力量就出来了。所以说要的什么？两侧的一个开合劲儿，砰，一下就打出来了。中间就多了个啥？第一，好，两个手大家可以简单理解，画圆，拳心永远是相照的，震开，再重复刚才练的一个发力，移动心，力量就。所以说尽力不难，重点是啥？多练。那很多老师说，老师那这个动作怎么用？大家想想野马分鬃，那这么典型的野马分鬃的这种劲儿，那能看不出来吗？对不对？一近身，啪，一下就把你给撩翻了，对不对？力量只要够浑厚，人是直接横着打起来，所以很多老师说啊，泰拳能把人打飞，都是假的。当你的劲儿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腰当合到一定的，尽力合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那么老师们可以去体会一下，不要说放个人，你就往这放个棍儿或者放个树，你在合它的这一瞬间，上边一个劲儿，下边一个劲儿。如果说是那种比较细的树，那老师的劲力又很足，那这个树一下就给它合断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地方就像个剪刀啊，一下就合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右手起到了啥劲儿？对拉，对不对？你看两个身体像一个弹簧一样，就出来了。对，这个动作你既能打一个力，所以劲儿上面需要老师们慢慢去磨去沉，把这个劲儿练好之后，还能劲儿可脆了。好，那这是这个动作。来，那下面一个，这个咱们今天这个动作最后一个收尾了，就是斩首。斩首的动作也巨简单。在学到这一块的时候，老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压力了，好，打完以后打这个发力之后，好，注意看，来，双手由拳变掌，找手，看，还是做到以身领手了，松左胯，打出来以后，松左胯，右手找左手，腾出去，下捋当走后弧移重心，好，再走当走后弧移重心，左手看好，顺传上腾，右手顺势握拳。然后看好，注意看我这个拳是怎么落在手上，腾在哪？左手腾在身前中线，身法继续旋转，右拳下栽拳，栽到你的手心里，好，再看一次，从这儿走，右手右拳，左手左拳同时变掌，找手外腾相合，下捋重心当走后弧。转腰横到中线，右手与肩齐平的时候，顺势握拳移重心当走后弧，顺势转腰栽拳下沉，沉在哪？还是中线，就端起来，
把左手端起来，像这儿端那个盘子一样，端那个碗，摘拳摘下去，拳风落在你的掌心里面，拳风落在掌心里面，打出去之后，变掌。爪手相合，接手下来，当走后移重心，转腰。好，再来一次，当走后不移重心，顺势握拳，捧起来，端好你的左手砸下去。好，再看单边习惯，走，好，1、2、3、4，握好，明白了吧？就是你的手把这个拳撑出来，走。走下来以后，看转腰，撑着它，撑着它。那这儿托了个盘子，把全都撑在这儿。好，这个动作还没有完，就是一个打拳，斩手到下一个转身蹬脚了。好，这个地方有一点让大家分方向，所以到这儿一定要放松去学，千万不能迷，千万不能迷。注意好我每一句话的一个重点方向重点。打出来以后走，找手好捋下来，横着它走，哎上，合到胸前出现以后，看好，摆左脚脚尖儿，摆左脚脚尖儿，领右拳，右拳向上直接去领右拳，蹬右腿，同时提。这个正脚在哪？看好，左脚向外摆动啊，向外摆动90度。90度是到了正前方，对不对？90度的这个脚以后，再向外多摆30到45度。什么时候摆？看好，摆到这儿以后，看到没有？摆到什么时候？到你要蹬右腿提膝的时候，往前送，往前送。这个时候，大家看啊，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别，对不对？这个时候先给大家说左脚的落脚点，那么右脚怎么走？右脚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起来了，在你左脚摆脚尖到位的一瞬间，右脚已经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朝向是哪边？看好，摆脚尖上步以后，这个正手朝向于身体的，这是正前，对不对？身体的这个方向向左边斜了45度。就是刚才第一个摆脚尖摆到90度，对不对？当我在这儿站完以后，哎，砸完拳，这个脚还朝前呢，是吧？摆到90度，摆到了90度，然后90度不够，再往外摆一点。这个时候，你的手和脚是同时的摆上，下面的一个砸拳。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是分方向不太好分了。比方说，我起势的时候，我是正面朝正北，那么你的这个正脚砸拳在哪里呢？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南方向，在你的东南方向。好，再看一下，摆完以后找手下捋，捋出去以后摘拳。好，这时候你看。坐胯摆脚尖，对不对？是要坐胯摆脚，落完以后，在你什么时候开始走？先摆脚，先摆脚，这个地方分步，大家要分。先摆脚，起手，下拳打拳。这个打拳看好，不是这样，是。好，来从侧面看一下。哦。从这边好，下来捋过来砸拳之后，看好摆脚的同时起，明白吗？不更容易了。好，来再换一个角度，从这边走，找完手以后，好下摆脚尖上，站完脚之后身体是中正的，这个就是斩手，然后后边这个翻花舞去，如果时间应该不太够，然后没办法给大家讲翻花舞去，然后下一个再讲，太多内容大家有点消化不了，就估计这几个动作大家都得看好几回放。再看一次，从这边，这个
方向。好，看好，找手捋下来，翻上，摆脚尖起，来，头，还有哪个方向给大家看？这边也看过，这边也看过，啊，这边，走，找手下来，摆脚尖上，看到了吗？再上，沉下去，手托住，沉到哪？金刚宝贝。好，那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学到的这个斩首，学到这个斩首。那么斩首之后怎么样？还有这个。好，那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学到的这个斩首啊。斩首有什么用？顾名思义，斩首这个斩首不是斩自己的，先说它的劲。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下面上颌，这个上颌咱们斩的是谁的手？斩的是人家的手。这个手是干嘛？捋过来以后，为啥这个地方拖住？要拖住。先说动作重点，重点是在这个位置，手一定是随着身法的旋转拖起来，是拖起来，拖起来。当我们拖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捋掌和自己的双手形成了一种，看到没有？尤其是这个位置，身体旋转的时候是折叠的，是折叠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合住对方的手腕以后，这个手是干嘛的？拖住对方的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一旋转，对方的手是这样？对方手在这儿，对不对？是不是说拖起来？拖起来之后怎么办？咱们一起他手是这样，这样以后他的头在哪？是不是在上面？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吧？这个手托在哪？那很多老师就不会讲新加二路里面的用法。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捋下来以后，这个叫什么托，对不对？托什么？手都已经给它捋进来了，一拧，随着身法的拧转，他的手会，哎呦，这样去走。这样走完以后，头是不是在这儿？你的手托的是哪？相当于说你合住他的手以后，就在托他的头了。那托他的头，你这个拳头为什么要这样？一拖都明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吗？我以前被我的老师这样摸过一次，就是说，我说老师这个斩首干啥？你是不是就打对方手一下？他说叫斩首，但不是斩首，打的是哪？打的是头。他说完以后一脸懵，你知道吗？我咋会打头了？来，手给我，一给，一穿上去，一捋过来，我的整个身体就直接开始这样，然后头就直接露出来了，那个拳头我就眼睛看着都变大，对吧？所以说就是这种感觉。捋过来以后，这个拖起来，身子是不是就过来了？当时自己还在想，这不就是个引进落空吗？然后在落空的一瞬间，它没有落空了，它直接合住你了，一走一转，是不是这个拳头正好和你的手形成那种相同？一上，一拳砰一下，然后你的手和头正好在人家的这个手掌里托着，斩首，斩的不是自己的手，斩的是对方的脑袋，斩的是对方的脑袋。所以说，动作里面，很多老师说，哎，我不太明白这是讲明白了吧？然后老师如果说哪天你在线下的话，咱们捋过来以后，让你好找这个感觉。你看，我人在这儿，哦，一般是捋的这个，捋的是左手，俩人一张手一捋，那脸就贴在一起，对不对？老师就挤住你的身子了，好多老师说，哎，他捋你这个手，你的手为啥不上去打他了？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对方这样去捋住你的身子，你的肩膀是扛着他的，他的这个他想这样去打，你想这样去打他，你的这个胸已经是和人家的肩膀贴到一块儿，你是转不了的，那当你再想去打的时候，他这个劲儿已经合成这个样子，已经给你合过来了，一摆脚一合，你整个人就跪到这儿，一跪到这儿，你的头肯定是要往上仰，哎呦一疼，你就看着他的拳头从你眼上，就一点一点变大，那个感觉老刺激，就是这个。所以说，知道咋用了吧？那你突出的劲儿是哪？第一个，捋过来以后是一个捋劲儿。那托是什么？
拖是随着你身体的旋转去找这个什么劲儿，合劲儿，叫啥合？把对方都合成这个样子，一合一进来以后，头扬起来了，我阵脚砸拳。所以这一拳下去，冲的是哪？冲的是对方的面部，或者是太阳穴，一下就砸下去。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为什么配合上阵脚？太极拳当中，金刚岛对要求的阵脚是干嘛的？松沉。那这个动作是干嘛的？松沉，对不对？所以说要的是啥？松沉。那么在这儿有很多老师就是看到大家就是那个身边有个年龄大的老师，他一做这个拳是勾起来，不要勾，这个动作一勾你的就没有成劲儿，一勾你的劲儿憋到你的腰上，所以这个劲儿大家经常在表演上看到正确。有很多老师说，这表演这么花哨，他震一下都不带往下蹲了，直接起来。但实际上人家这个是对的，因为他在阵脚下沉的一瞬间，直接去走一个劲儿，身体正住，那他整个劲儿才是往下沉劲儿，还是往下去走沉劲儿。所以说这个手是干嘛的？给大家说托个盘子，托的不是盘，托的是对方的手臂和头和脑袋，一托一转，人家的手直接就这样头，明白了吧？大家听了以后就自己知道就行了，然后尽量不要往外传多了，那咱老师那些看家本领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求的这样一个劲儿，合住以后上。好，那么剩下的时间给大家完整打一遍，从金刚岛队走，我不发力啊，不好意思打错了，脑袋跑神了啊，再来一次，不发力，我松。好，背面来看一下。明白了吧？好嘞，然后剩下的时间，然后给大家再打最后一波小广告，好不好？好，那么今天呢，同样也是上一节课咱们讲的这个，咱们在抖音上给大家讲的这个石正梅老师体系的一个太极嘉年华，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这个嘉年华呢，是咱们盛世太极的一个嘉年华。双十一期间，双十一期间就是购买盛世太极的会员享半价折扣，原价要2000，不是要2000多3000的这个会员价格，现在只要990多。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或者喜欢别的老师的话，可以买入会员。那么会员可以干嘛呢？会员可以观看咱们盛世太极当中平台里面所有的老师讲课内容。就比如说有的老师喜欢我，同时不光喜欢我，也喜欢别的老师，那么这个会员就可以让你在1年的时间里面观看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学风格。当然你想学老加一学老加一，想学老加二老加新加一新加二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会员的超值优惠。那么同时，如果老师说，老师我就想听你讲课，好，那没有关系，那就请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管理的张老师
小张老师给大家去放上一个我课程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购买即可。我课程的价格应该是在几百块钱，我忘了，反正我不太熟悉这个价格。这个是咱们顺势太极平台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课程内容，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也可以购买我的课程内容。好，那么今天的所有内容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新加入的活动讲解，大家辛苦啊，听我讲这节课。好，然后咱们下周四再见，不见不散吧，拜拜。有老师们就是现在买我的课了哈。景建民老师连续打。等我把这个课上完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完整的、不发力的，然后动作细节给大家抠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新架2路的一个内容，好吧？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下周四见。再见喽。耶，完，现在直播间一更新以后，怎么关呀？我麻了哦，看见了，看见了。好好好。